站台是我写的第一个长篇的剧本，它本来应该是我的处女作。在1995年的时候已经有了第一稿，但是它有10年的时间的跨度，它有很多出场的人物。那个时候20万人民币，我知道完全没有办法拍这个电影，所以它就变成了我的第2个电影。那站台这个电影对我来说，首先是80年代的生活，因为我自己80年代这10年正好是我从10岁到20岁的一个过程，那就是一个青春期成长的一个过程。那另一方面，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发展变化最快的10年，那社会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另一方面，我想拍一个电影，它有漫长的时间，它有时间对人的摧毁，人和时间的斗争，它是我特别想拍的一个制作。所以拍完小五之后，我没有办法去做别的电影，我觉得一定要把站台拍出来，它就像我心里面压的一个石头一样，我如果不把这个石头搬走，我没有办法做其他的事情。说实话，那个时候制作的条件并不是很好，钱还是非常有限，但是我仍然去拍了它，因为我知道我绕不过这个电影，对，然后就在99年开始了拍摄。因为我觉得我父亲不了解我，也就是从我电影开始的那个年代，80年、81年开始，我脑子里想什么，我经历过什么，我看到了什么，他都不知道。有一天我就突然觉得非常的难受，因为我觉得父子在中国的社会里是最亲近的关系，但是我没有如此的不了解。我觉得如果有一次交谈，然后我告诉他我曾经怎么想过，曾经遇到过什么事情，曾经看到过什么，还不如拍一个电影让他自己去看。我不是一个特别善于表达感情的人，所以就用了一个非常笨也非常传统的一个方法，把一个电影献给他，来表达我对他的感情。我父亲看了这个电影，他什么都没有说。我小五才拍了21天，站台加起来拍了60多天。我们最早拍的是秋天的镜头，秋天完了之后就是非常漫长的冬天的拍摄，冬天拍了差不多40多天，然后到春天的时候又有一次拍摄，分3个季节拍完它。剧本的改变非常大，最后本来在这个空间里要拍这样的事情，结果变化了，整个摄制组都变得非常紧张，因为我经常的变来变去。但那个时候我的工作人员给了我最强有力的支持，他们知道这个导演疯了已经，他正在过一个桥，不能惊动他，要让他走过去，所以我非常感谢他们。对我来说，反而是这样一个电影，我拍得更加的自由。对，然后在现场有非常多的创作，即兴的创作。那个时候作为导演，我觉得我那个时候非常的敏感和脆弱。在电影的开场有一个他们排练的镜头，一个男人在拉手风琴，一个在吹笛子，就是那样一个文工团的场面。那个场面我拍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哭了。我觉得能够重新看到记忆深处的东西，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妙的一种悲伤。你知道，我觉得人在生命的过程里面会忘记非常多的事情，我们什么时候也想不起来。但是在拍摄的时候，当你站在摄影机旁边的时候，突然想起了很多被你遗忘掉的事情，时间和生活都苏醒过来。对，就拍那一幕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我的父亲。我想到了一幕，有一天我小的时候，有一天我的这一只胳膊脱臼了，然后我的父亲带我去看医生，我们俩走在很白的太阳底下，沿着墙根在走，我突然就想起了这一幕。所以这个电影就是充满了回忆，我自己的经验，还有突然的一种苏醒的记忆。这个电影我觉得它有2组主要的角色，
一组就是这些年轻人，他们在80年代的生活。另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流行音乐、流行文化，因为流行音乐和流行文化是我成长过程里面对我影响非常大的一个文化上的一个改变。对，你知道我小的时候我的夜晚是怎么度过的吗？就是在7、8岁的时候，刚刚文革结束的时候，我们夜晚甚至连广播都有广播，但是广播都是官方的新闻，什么娱乐都没有，什么文化都没有，什么书都没有。我们度过夜晚的方法就是坐在家里面沉默。我们家一家4口，我的父亲是一个中学的语文老师，我的母亲是售货员，我还有一个姐姐。我们经常晚上在一起吃完饭，但是大家还不想睡觉，又没有事情可干，就是坐在那里，话都说完了，就是坐在那里沉默，一直到想睡觉为止。等我再大一些的时候，一些大孩子有一天突然告诉我一个秘密，说你调收音机可以调到台湾的广播，在台湾的广播里面可以听到非常好听的歌。然后就开始有了一个秘密，偷偷的去听这样的广播。然后到了80年代以后，突然改革开放之后，就开始有了录音机，开始有了卡带，开始能听到更多的流行音乐。那生活里面活泼的东西，能够伴随我们孤独的时间的东西就多了起来。所以我想说的就是说，你可以去想象，在一个没有图书馆、没有剧院，没有音乐厅、没有画廊的一个小镇上，流行音乐对我们有多重要？每一首歌都是我年轻时候的记忆，就成长就青春期的记忆吧。那些歌能帮助我回忆，所以这个电影里头有那么多的歌，也帮助我的中国观众在回忆我们的过去，回忆我们的80年代。那些歌里头不仅孕育了包含了这些人的期待，他们对未来的那种幻想，也凝固了他们的时间。每一首歌都是一个年龄的阶段。我甚至能够透过这些歌曲想起皮肤，想起我自己的皮肤，想起我朋友的一个微笑，或者说某一天的一个一闪而过的一个表情。在站台里面有一首歌，对我来说是非常美妙的一首歌，就是那个办公室里面赵涛扮演那个女孩子，她在一个人跳舞，就是那首歌。那个歌音乐是我最美好的一个回忆。那时候我10几岁，第一次约女孩子到城外去聊天，然后天快黑的时候，光还有，我们一起往回走，突然县城里的广播一个高音喇叭开始在广播，远远的传来就是那首歌，然后我们2个人都沉默，一直在往回走。然后快到县城的时候，突然县城的上空升起几颗信号弹，信号弹就是打仗的时候军队打在天空里那个照亮天空的那个子弹。我完全是震惊了。我肯定不会把这一幕拍到我任何一部电影里，因为我觉得它应该只是我的一个记忆。每个人开启记忆的方法都不一样，对我来说音乐是特别好的一个渠道。我觉得这也就是电影最珍贵的地方，它除过是我们心情的一个表达之外，它还是我们记忆的一种方法。那个时候就中国开始改革开放，那改革开放是从遥远的南方，是从有海的地方开始的。那个地方的面貌是什么样的？那里的人发生了什么事情？对内陆、对遥远的北方的人来说是没有想象的，无法想象的。所以大家隐隐约约感觉到一个时代到来了，一个改变的时代到来了。但现实生活又是这样一成不变的。所以那种冲动、那种幻想，伴随了他们这10年。我觉得就好像一个浪潮一样，
从南方卷起的一个浪潮，经过十几年的时间，从站台的年代开始卷起，经过十几年，到了小五的年代才到了汾阳，那个浪潮才到了汾阳。但那个时候站台里的人都老了已经。这个记忆非常清楚，在站台这个电影里面，它的前半部分差不多是我看到的文工团的景象，因为我的姐姐也在这样的文工团工作过，是我姐姐那一代人他们的经验，他们一开始表演的还是所谓革命的文艺，是火车巷的扫山跑这样一些节目，然后到电影的后半部分，他们开始慢慢的有了电子乐，有了舞的霹雳舞之后，那个有很多是我自己的经验。87年前后，我们看了一部美国电影，那个电影就叫《霹雳舞》，那个电影我看了10几次，然后凭着这10几次的记忆，学会了那个舞蹈，对，然后狂热的跳那个舞蹈，然后就后来甚至跟着文工这样的团去到处演出，而站台这个歌也是那个时候听到的。是我们听到的第一首像摇滚乐的音乐，当然后来就开始有了崔健，后来我们听的就越来越多了。我觉得不是表达对生活的失望，是生活的真相吧。就是当你进入到生活的秩序里面，当你被各种各样的原因体制化以后，当你的生命再也没有更多的可能性的时候，你要面对的是非常漫长的时间，而在这漫长的时间里面，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今天的生活和明天的生活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就要这样活下去。我觉得生命本身它有一个秩序，它有一个起伏，青春是那个最高的那一点，因为你有梦想，有希望，但是当青春过去之后，大多数人都回到了原来的生活里面。在任逍遥里头，小季说我生活到30岁就不想再生活了，就想死去。我觉得他就是恐惧站台的结尾，恐惧那样一种生活。所以就是当他开始发现生活的秘密，当他发现生活真相的时候，可能梦想就没有了，可能青春也就过去了。但我觉得他现在像公演了一样，因为据说已经有30万张 DVD 盗版，在特别偏远地方都有卖。我发现北京市场上第一张站台盗版 DVD 的时候，下午我收到了上海、广州、青岛、济南、贵阳、太原、石家庄，差不多10几个城市朋友的电话说都看到了。我那一个夜晚特别的不平静，我不知道为什么。每一个中国导演对盗版 DVD 都有非常复杂的感情，一方面它侵害了我们的权利，我们1分钱都收不到，另一方面我们的电影通过这样的盗版的渠道被公众看到，